欢迎来到硅基区块链实操课第10课。这一课讲一串你几乎天天会在时间线上刷到的数字 ETF 资金流。有人拿它当买卖信号，有人被它带着追高杀跌，可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个数字是谁统计的，统计的是哪一天，以及它究竟能说明什么。学完这一课，你能做到3件事：第一，知道去哪里查一手的免费数据，不再依赖别人转发的截图；第二，看懂它的口径，明白为什么你看到的永远是上一个交易日的账，以及净流入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；第三，明白资金流和价格不是一一对应，学会用连续和结构去读，而不是拿一天的数字当预言。照例说清楚，本课只讲数据的来源和读法，不推荐任何平台、产品和数据服务。看完之后怎么做决定，判断留给你自己。先说为什么这一课值得认真听。第6课讲恐惧贪婪指数的时候说过，指标是温度计，不是信号灯。ETF 资金流也一样，而且它比温度计更容易被误读，因为它长得太像钱的实时流向了。真实情况是，你能看到的资金流永远慢一个交易日。按美国监管为 ETF 定的信息披露规则，基金在网站上公示的净值、市价和溢价折价口径都是上一个交易日收盘时的数据，持仓则是每个交易日开盘前公布一次，用于当天的净值计算。也就是说，你在盘中刷到的所谓资金流，最快也是隔了一个收盘的结果，它描述的是过去，不是正在发生的事。第二个问题是二手转述。一张截图传着传着，常常会丢掉3样东西，统计的是哪一天，统计的是哪些产品，以及数字是估算还是实报。第3个问题是因果错置，净流入被当成上涨的原因，净流出被当成下跌的预告，可现实中更常见的顺序是价格先动，申赎后到。看不懂口径的后果非常具体，你拿着一份隔夜的、二手的、口径不明的数字去做当下的决定。所以这一课的目标只有3个：找到一手源，读懂口径，学会看连续和结构。动手查数据之前，先把原理讲明白。关于 ETF 资金流，这里有3个事实。第一个事实，份额不是固定的，但只有一级市场的申购和赎回才会改变份额。你我在2级市场上的买卖只是份额换手，基金本身的份额一分不少。只有被授权的机构按篮子向基金申购或者赎回，份额才会增加或者减少，钱才真正进出这只基金。所以资金流统计的是这一层，不是屏幕上那个成交量。第二个事实，净流入这个数字绝大多数是算出来的，不是基金亲口报出来的。常见算法很朴素，拿份额的变化乘以对应的净值，得到一个近似的净流入或者净流出金额。近似这2个字很关键，它意味着不同网站用不同的净值口径、不同的时区切点，算出来的数就会有出入。第3个事实，披露天然滞后一拍。规则要求基金在每个交易日开盘前公布持仓，而净值、市价和溢价折价都按上一个交易日收盘披露，再加上申赎的交收，通常也要1个工作日，所以你看到的账本身就是隔日的。打个比方，资金流像水表的抄表单，它记得是上一个交易日往池子里灌了多少水，而不是此刻水面的高度。水面高不高，还得看别的管子有没有同时在放水。下面进入实操，5步走完。第1步，从一手源开始。免费的一手源主要有2类，一类是基金发行商的官网产品页，那里每个交易日更新净值、总份额、持仓和溢价折价；另一类是上市交易所的产品信息页，以及监管的公开备案库，能查到基金的正式文件。判断一个源是不是一手，只要问一句话，这个数字是他自己产生的，还是从别人那里抄来的。第2步，每天只抓3个字段：份额总数、每股净值，还有页面上那个截止日期。截止日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栏，它决定了这份数据说的是哪一天。同一个页面上，持仓的日期和净值的日期有时候并不相同，看错一栏，后面的解读就全歪了。第3步，自己动手算一次，用当期份额减去上一个交易日的份额，再乘以净值，就得到一个粗略的净流入金额，正数是流入，负数是流出。自己算一次的意义在于，你会立刻明白汇总网站上那些数字是从哪里来的，也会明白他们为什么只能算估算。第4步，读汇总表之前先核口径。看到一张全市场资金流表，先确认4件事：统计范围是单只产品还是全体，金额是按美元还是按币计价，日期是交易所所在地的日期还是你手机上的日期，以及数据是估算还是发行商实报。
4件是有1件对不上，2张表就会给你讲出2个不同的故事。第5步，看连续和结构，别看单日。把一天的数字放进5个交易日和20个交易日的累计里，看方向也看斜率，再看结构，是全市场一起流入，还是只有1、2只产品在动？同时把溢价和折价放在旁边对照，持续折价往往对应赎回的压力。5步做完，你手里就不再是一个孤零零的数字，而是一份有日期、有口径、有上下文的记录。接下来3个坑，每一个都很常见。第一个坑，拿单日数字当信号。单日资金流的噪音非常大，一笔机构调仓，一次指数在平衡，一个假期造成的交收顺延，都能让某一天的数字大得吓人。更麻烦的是，这类数字传播的最快，越极端的单日数值越容易被截图转发，而它恰恰是最不该被单独使用的那一种。第二个坑，口径混用。同一天的资金流，你在不同地方可能看到2个不同的数，然后开始怀疑有人造假。多数时候不是造假，就是口径，有的用估算，有的用实报，有的只统计现货产品，有的把相关的衍生产品也算进去，有的按美元，有的按币计价，还有时区切点的差别。正确做法是固定1个圆，长期只跟它自己比，换圆就等于换了一把尺子。第3个坑，把相关当成因果。净流入和价格上涨经常同时出现，但同时出现不等于谁导致了谁。很多时候是价格先动，申赎在后面跟上，因为申赎本身就有交收的实质。而且 ETF 只是众多资金管道里的一根，场外交易、期货和永续合约，长期持有者的卖出都在同一个池子里进出。把一根管子的读数当成整个池子的水位变化，结论自然会错。新手最常问的3个问题，一次说清。第一问，为什么各家网站的数字对不上？主要是口径和方法不同。刚才讲过，估算还是实报，统计范围、计价单位、时区切点，任何一项不一样，结果就不一样。所以不要花时间去争论谁对谁错，选一个把方法说明写清楚的圆，长期只用它。第二问，免费数据够用吗？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够用，因为最关键的3个字段份额、净值和截止日期都在发行商官网上免费公开，这也是所有汇总网站的原料。付费产品买的通常是整理速度、历史回溯和现成图表，而不是别人拿不到的秘密。另外，任何数据源的功能和收费都可能调整，以官网最新公告为准。第3问，看到连续多日净流出，是不是该跑？这里给你3个层次的看法。第一，连续比单日有意义，因为它更可能反映一致的行为，而不是偶发的调仓。第二，连续流出的原因要拆开看，是资产被换成了别的敞口，还是整体在降低仓位？这2件事含义完全不同。第3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条，资金流是描述过去的记录，它可以帮你理解发生了什么，但它不承诺未来。本课只讲怎么读，买和卖的判断仍然留给你自己。最后一页总结可以截图收藏。第1条，资金流统计的是一级市场的申购和赎回，不是屏幕上的成交量，只有申赎才真的改变基金份额。第2条，你看到的永远是上一个交易日的账，净流入多数是份额变动乘以净值算出来的估算值。第3条，一手源在发行商官网和交易所的产品页，每天只需要记3个字段：份额、净值、截止日期。第4条，看连续、看结构、看溢价折价，别拿一天的数字当预言，更别把相关当成因果。把这4条记住，下次再看到那张刷屏的资金流截图，你的第一反应就不再是追进去，而是先问一句：这是哪一天的什么口径的数？下一课我们回到新手上路系列，第一次链上转账，地址、网络和手续费到底怎么选？这是每个人迟早都要过的一关。这里是硅基区块链实操课，每天一集，一集讲透一件事。我们下一课见。单日资金流基本都是噪音，你信单日流入还是5日累计？评论区告诉我。以上就是硅基区块链实操课第10课。最后提醒，本课内容为流程与知识讲解，仅供参考与学习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，也不推荐任何平台或产品。加密资产波动巨大，请遵守你所在地区的法律法规，独立判断，量力而行。硅基财经，我们明天见。